大家好，小军，今天是我们6月份的服装新闻。第一条，那薇娅呢最近在直播间里面呢带货一个自称美国潮牌 Supreme 一个挂脖小风扇，售价198块钱，然后在直播间呢当场被网友呢打假场面一度非常尴尬。这家山寨的公司呢背后叫四川树普瑞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据说呢薇娅的这个带货呢光是坑位费就20万，而且呢还有很高的分成。而前不久呢这个薇娅呢又爆出因为广告含这个妨碍社会公共秩序和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的内容，被监管部门呢处罚了53万，小意思了，对不对？据路透社消息，美国的国会又开始来借口打压所谓的我们这个中国的品牌强迫劳动，逼迫呢 NBA 这个球星停止和安踏李宁匹克的这个代言。看来这个美国人呢对这个强迫的理解呢比较深入，他们强迫不了我们中国人，但他们可以强迫美国人，是吧？真是高招，还能要点脸吗？他们是不知道这个年头是谁给钱谁是大爷吗？我想这些球员听到这些傻逼的议员发言嘛，应该估计都气炸了。辛辛苦苦打出点名堂，好不容易接个代言，他又想让他解约你说这个气人不气人？3月份呢，耐克呢因为这个新疆棉的事件呢，陈冠希创办的一个品牌呢，为了表明态度，就取消了和耐克这个联名发售就是争夺了一大波好感。但上个月呢，又悄悄的恢复了合作，而且呢，最近呢又和耐克旗下的这个匡威呢也进行了合作，出了联名款。咱也能理解，对吧？风头过了，对吧？该卖还在卖。但咱们也不能只怪陈冠希我们最近看到618呢销售的排行榜，耐克的销售呢依然是遥遥领先不知道呢喊抵制的人和买鞋的人呢是不是一批人呢？来，我们弹幕互动一下你最近买耐克的吗？你觉得应不应该买耐克？6月10号这个福建莆田市委市政府联合当地多家的制鞋企业，共同组建了一个运动鞋品牌，命名莆田鞋，并发布了丑破天际的 logo。我先不说这鞋咋样，这个 logo 印在鞋上，那我是打死都不会买的。都政府牵头了，是不是？你咋不能放权给年轻人去设计呢？哪怕找北服好不好？是吧？你设计的像模像样的。我们从某宝上一搜莆田鞋，你看看都是啥玩意儿？假货先不治理好，搞所谓的品牌，我认为无非就是作秀，给上头的领导看了罢了。最近我发现朝鲜有一种警察叫时尚警察，他们的任务呢，就是说在大街上拦截穿着这个衣服发型不符合官方规定的人，比如说衣服上带有大 logo、穿牛仔裤裙子太短以及染头发等等。处罚的方式呢，就是罚款、责骂以及洗剪草。在今年5月份呢，又增加了一些禁令，比如那个鲻鱼头包括穿刺以及呢蕾丝裙都不能穿。据说呢，目的是为了清扫这个资本主义的不良风气。前段时间呢，香奈儿呢起诉这个华为的商标失败后呢，又遭遇了同样的侵权起诉。这次是中国说香奈儿这个商标呢，抄袭了我们中国古代的兵器八卦指舞鸳鸯乐，看起来这个商标真的很像我们这个兵器那某知名洞洞鞋品牌最近呢，他们又设计了一款高跟鞋洞洞鞋，奇丑无比，可能这就是时尚。那么同样呢，我们中国的某时尚品牌线头计划重金邀请了一个法国的设计师，设计了一款个蒸笼帽，融合了我们中国古代的经典的竹编工艺，然后再经过这种几十年这个老师傅的手工编制而成。全球呢目前首发仅限量4款，每款的发售价是15898元。最近呢，网上看了一个新闻，一个叫李启航的一个摄影师回到老家给自己的奶奶拍了一组时尚大片，非常火。片子光影运用，构图呢选择都非常出色。照片拍出了背后奶奶们所代表的那一代非常普通的这个农村妇女，为家庭操劳了一辈子这个被生活打磨所造就出来这种坚韧不拔的精气神我们给这个摄影师呢点个赞。那近日呢，全球富豪榜显示呢 ，LV 的老板最近成为全球最有钱的人，身家有1926亿美元。据了解呢，主要的增长是来自于大中华地区大涨了86%疫情的缘故呢，全世界的时尚品牌呢都在这个车店，唯有奢侈品越卖越好。那我在这里面严重声明一下，那这个事情呢，跟我本人以及呢跟我们的粉丝一点关系都没有。法拉利汽车最近他们推出了时装品牌，他们的 CEO 说我们的车子太贵，很多呢穷逼买不起，所以呢我们就准备做几件衣服，满足一下他们的虚荣心。当然了，我们的衣服呢也不会太便宜，对标的是 LV。他们最核心的原因呢，法拉利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用户，毕竟男人的钱哪有女人的好赚。那最近呢，香奈儿呢也是推出了1.9万的苹果耳机保护套，由小羊皮制作，价格是苹果耳机的10倍还多。怎么突然流下了贫穷的眼泪？最近呢，印度的奥组委呢以照顾本国的民众情绪为由，仅仅合作了6天就解除了和我们中国的品牌李宁的奥运会赞助合约。网友们说得好对于印度政府而言中国呢，我们最大的难题在于我们没有办法采取相同的措施来进行抵制，因为印度没有东西可以让我们抵制的。
这种受制于人呢，从侧面上来讲啊，也说明了中国呢确实很强大了，但是呢又确实呢没有强大到一定的程度，我们还需要为我们中华的崛起努力啊。最近呢，各家的服装品牌呢都出了他们的1季度的营业额了。最让人瞩目的就是安踏市值突破607亿美金，正式超越阿迪达斯。著名国际品牌阿玛尼最近准备要出售了，想老了要退休，把品牌卖了赚点养老金，这样呢就可以没事呢在敬老院和一些老太太们打打麻将，散散心。阿玛尼呢目前的估值呢就是60亿欧元差不多呢400亿人民币。看着他老人家辛辛苦苦一辈子特别不容易，所以呢上周呢我亲自飞到意大利和李老爷子收购了这个品牌。那么接下来呢我决定呢邀请呢王尼玛来做阿玛尼的全新代言人未来呢这就是一个中国品牌了，希望各位股东们知道一下。前几天呢，我们中国最牛逼的服装名校北京服装学院举办的年度毕业展。作为一个服装行业全球500强企业、知名品牌线头计划的 CEO 是吧？那我必然是要被受邀请的。好，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参观北京服装学院的毕业展。那我发现呢，有很多一些不错的学生作品跟大家展示一下。比如说呢，有几套男装是我觉得设计的真的非常酷，包括一些饰品呢，我觉得设计的也都非常成熟然后呢，我就偷偷的加了很多设计师的微信。OK， 那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服装新闻，希望大家给我们一条龙点个赞。